川普访华，北京如临大敌。这是川普访问团长长的车队。大家看看，车顶很大的那辆车是车队中的反监视电子战箱式货车，它监控、侦测并干扰讯号，以阻止窃听、远端轰炸物或其他威胁。川普几天前就把他的整个车队用 C-17飞机运过来了，包括先进的监视威慑 SUV， 一种难以理解的安全等级。这是北京的西长安街，远处电报大楼显示10点33分左右。今天的日子非常的特殊，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看天安门城楼前挂起了中美两国的国旗，车队呢应该已经到达人民大会堂了。城楼前还有广场上进行了临时的管控，没有游客。美国总统川普于5月13日晚抵达北京，正式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当晚，川普庞大的车队出现在北京街头时，吸引了大批中国民众围观，而美式安保的顶级标准也让北京人大开眼界。有海外 X 平台博主发文表示，北京川普的车队车顶很大的那辆车是车队中的反监视电子战箱式货车，它监控、检测并干扰信号，以阻止窃听、远程轰炸物或其他威胁。高科技防护与贵宾们一同前行。川普几天前就把他的整个车队用 C-17飞机运过来了，包括先进的监视威慑 SUV， 一种难以理解的安全级别。而随着川普的到来，整个北京城也陷入了空前的高度管控之中。5月13号以后就不要随意来北京了哟。实话不好听，但这就是北京旅游现状。哎呀，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长安街真是没法弄，只要一旦管控，你不知道个点儿啊。刚才我发现啊，自行车也不让走了，汽车也不让走了。来到世界各地的朋友惨了啊！大殿关门修缮，天坛修缮呢啊！回音壁也在修缮，不让参观。以前经常进京的车会直接抬杆过去，今天看这个状态的话，每辆车都在检查身份证。最近北京市有什么事儿吗？就是安检特别严，就是到哪儿都查你，从地铁口出来100%查你，然后到外边了之后还抽查你，就是处处都招人怀疑的感觉，是挺难受的。所以出来玩的话，5一尽量还是别来北京了。不会吧？不会吧？现在是中午12点，正是航班高峰。我们在大兴机场国际到达厅，好像只有我们一个航班。这些人都不来北京了吗？自从这里给封了之后，公司一点生意都没有了。这还是故宫啊，怎么会生意这么差？你看，人都没有。空荡荡的，以前都是人满为患的，现在一点人都没有。今年有北京市政府官员宣称，北京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然而人们肉眼可见，商业广场人烟稀少，街道两旁门面紧闭，曾经热闹的农贸市场冷冷清清，流浪汉摊、捡饭吃都捡不到了。
甚至有底层民众找不到工作，只能靠卖血生活。一位在北京讨生活的网友表示，由于流动到北京来找工作的人口越来越少，现在北京火车西站很多火车都已经取消了，到晚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保守说人流量少了至少2/3，感觉就是几乎没有人了。这样持续下去，以后有的火车站可能都要倒闭了。而这以前是人山人海，因为没有人流，西站周围的商圈从口罩时期就开始凉了。北京西站分北广场和南广场，两头一个南一个北，那里面的门店都没人了。这么大一个商圈全倒闭了，上3层下3层都关门了。以前是人挤人的，商家那真的是赚死了。从2023年到现在才2-3年时间，真是天壤之别。现在心情很乱，解脱了，开心，很平静。你不兴奋吗？大家都很兴奋。今天上午，我们公司突然宣布原地解散。北京公司160多位员工在今天上班半小时后全部失业。我被裁员了，北漂的第12年，35岁，互联网公司工作，最终裁员还是轮到我了。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有趣的事儿啊，就是我发现北京的人口啊真的少了。怎么发现的呢？就前2天8点半去坐地铁，发现竟然有座。这我来北京啊，快20年的这个时间里边，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家人们，北京好，房价真的是太疯狂了，跌得怀疑人生。这边全款2万多一平，现在呢，只需要30多万一套，特殊房源还赠送车位以及家电。老板，你看就是这么个情况哦。不是我们不努力，在外面都没有人。银座商城都已经撤光了，所有的柜台都清空了。20年的银座，今天还有一下午时间。我来5月送货，我才发现，他把这个地方所有的两边门口全部堵起来，电动车进不来。他进不来了之后，那这个里面意义是什么？这里面的商家怎么过？你们知道去年北京有多少家公司倒闭的吗？根据统计，2024年7月到2025年8月，全北京市注销企业高达16.5万家，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400多家企业退出市场。来，北京的会所倒闭了，这剩下的茶里请你们喝，老白茶2块，茉莉花茶1块钱，龙井茶10块，黄金芽来3块钱，带实木里香的啊。这个绿茶碧螺春1块钱一条。刷新长阳餐饮店闭店记录，我们家隔壁店试营业才7天就宣告停业了。外卖界又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北京关了19家美食城，直接集中关闭。在北京居住近40年的一位网友说，以前北京平平常常的街道，不是那么高峰的时候都是人挤人，王府井大街和前门大街都是人山人海，现在到处冷冷清清，很多门面都挂上出租转让的牌子。大商场倒闭了好几家，大型购物中心几乎看不到人，稀稀落落没几个。商场店员比顾客还多，超市、农贸市场也大不如前。他去年秋末去了北京平谷靠山旗，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农贸市场，那的东西挺全的，很多城里的市区的人都会去那赶大集。现在跟以前比，人少很多。到目前这个大环境啊，不知道大家呢还能够撑多久。今天呢，和昆明一个银行老师聊天让我瞬间啊也是破防了。他说呢，反正自己呢是撑不下去了，准备离职。贷款放不出去，没业绩不说啊，这坏账呢是越来越多。之前审批的时候呢，收入稳定，经营呢都很正常，现在呢是陆续的都还不上贷款了，坏账呢就扣他1个月的绩效。他现在啊1个月只能领2950的工资，别说养家了，连坐车都不够。午高峰我就跑了1个多小时，然后3个平台都没单了，我就闲着没事和商家聊天。商家他说他纳闷了，现在的人都不吃饭了吗？他说往年这个的时候外卖应该出到40-50单了，但是现在就出到了5单。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啊，我自己以前6-7个小时我就能跑200，现在我跑1天我才能跑100。失业了今天刚刚被公司给辞退。哎呀，我昨天刚买了一部新手机，
就是为了想提高工作效率。不干了啊！就这个店，说啥我也不干了。但是谁要有想干的，我免费送给你。22年咱前期一次性投资40万，到今天快4年了，没办法呀，干不下去了。朋友们，今天来打卡一家首都北京郊区的一家避暑山庄，也是一家酒店啊。这家酒店呢，它是有这个很多的一个背景故事啊，但是百变不离其宗啊。这家酒店它之前啊，有一群年轻人啊，在这里面啊玩 happy 了啊，做了某种降级仪式啊，知道吧？做了某种降头仪式，然后在这家酒店啊，在他们这个降头仪式之后啊，这个酒店啊就离奇的陷入了一种瘫痪。想来北京跑外卖的别来了啊，我已经混不下去了。今天收拾东西准备回老家。来北京2年没挣多少钱，头盔干了好几个。在北京买房不到4年，亏了100万。我们这套一居室是22年11月买的，65平，办完所有手续加上税费，整整花了230万。今天中介突然打电话问我们要不要换房，我随口问了一下现在的价格，他说前几天同户型刚成交130万。那一刻我真的愣住了，不到1年，一套房子亏了100万。这里是北京六里桥，不远的地方就是西客站。说句实话，现在的北京真的不热闹，基本上没什么人。你看，假期并没有多少人旅游，人流量跟10几年前差太远了。北京的人不仅肉眼可见的少了，而且还老了。他先是在北京的天通苑北坐地铁，以前的工作日啊，这里是人山人海，排着长队。而这一次呢，他居然不用排队就直接进站了。然后呢，他又去了西单，记忆中熙熙攘攘的街道，现在人呢是少得可怜，跟以前比啊，这个人至少是差了10倍。后来呢，他要坐公交车回家，发现车上95%都是老年人，他一个40多岁的中登，此刻成了这趟车里年轻的小伙子。有民众认为，北京人流量减少的原因，一个是疫情时期死了不少人。这2年一到了清明、寒衣节这些集中烧纸祭奠祖先的日子，北京很多十字路口4个角都排队人挤人烧纸。疫情之前几乎看不到这种情况。另一个是现在很多企业倒闭了，或是赚不到钱搬走了，失业的人很多。北京生活成本压力太高，房租很贵，没有收入的人在北京就没法活下去，所以人就少了。恶性循环。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